雷刀可以这样吗？倭寇没有这种拔刀法，戚将军将倭刀增加了1掌，倭刀是切面全部开刃，我们只在刀头1掌开刃，不开刃的地方可以磕碰敌兵器，也可以手握，变长刀为钝刀。戚将军果然是一代天骄，可惜我与他同活于世，却不能得见一面。此时正值明朝万历年间，倭寇凭借着倭刀在我国领土上横行，幸得戚继光大将军改良了倭刀，平定了倭寇之乱，这才算是还以天下太平。而戚继光将军先逝后，为了完成他的遗愿，戚家军营里的2名高手梁魂禄和左偏使带着戚家倭刀来到4大门派所在的城邦进行挑战。因为武林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任何人想要开宗立派，必须要接连打败4大门派的弟子，以证明自己的实力。于是2人假装成樵夫来到巷子口，开始挨个挑战4大门派。不出几招，第1扇门的弟子就被打得落花流水，第2扇门的弟子也没撑过几个回合，全部养盒。怎料就在这时，同行的左偏使因为上了年纪，不幸受了伤。好在梁魂禄的武功实在了得，仅凭一己之力就打倒了第3扇门的2位弟子。眼看还有最后1扇门挑战结束，谁知道第4道门的帮主妾老不讲武德，直接让手下弟子射出弓箭，将梁魂禄逼的是节节败退。在武艺上打过4个门口，便可以在武行开宗立派，这是200年的规矩。希望你给我一个公道。这个刀形是邪道，不配要公道。原来妾老等人都觉得倭刀是歪门邪道，不能开宗立派，而且为了斩草除根，妾老还逼着梁魂禄将刀砸断，否则就将他就地正法。无奈之下，梁魂禄只好撇下左偏使，独自一人抽出刀鞘逃走。还是妾老手段高啊，真是邪道啊！真是好刀啊，可惜呀。梁魂禄离开无一巷后，便来到湖边船上暂避风头，而船上的舞女告诉他，今天无一巷中有年轻弟子比武，谁赢到最后，谁就有资格捉捕梁魂禄。舞女喜欢看武功高强的男人，便求梁魂禄放自己过去看比武，但梁魂禄豪掷千金，偏不让舞女去看。再来2把，还不用吗？给的太多了。最终舞女跳累了，这就准备离开，可梁魂禄却执意将她留下。只见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抽出手里的戚家刀，仅是一息的功夫，舞女手里的玩意便被削到了一小块。就在这时，4大派的追兵追了过来，他们将船只团团围住。看来梁魂禄的行踪已经暴露了，但此时梁魂禄并不着急，他假装在船前将舞女撂倒，等到进船之后，便交给他戚家军绝学之一，用以御敌。将棍头伸出门外，闭上眼睛，向着敌人的兵器来投。只要听到棍头一响，不要睁眼，用力将棍尾抡上去。舞女似乎也有些练武的天赋，当2名弟子上前试探时，竟真的被他一闷棍给砸迷糊了。而梁魂禄则趁此时机翻出船外。现在4大派的主力都在湖边，正是营救左偏使的大好时机。与此同时，双叶城的第1高手裘东岳也下了山，而他下山的第1件事就是找到村里的村花，给了他1两黄金。村花见状，便心领神会的把自己那瘸腿的丈夫赶出门，而丈夫也心照不宣的抱走孩子。这是个一等歌姬的家，对吧？这是你该得的。好在裘东岳并没有对村花有非分之想，他只是想做善事。说罢便离开了屋子，看着屋外一脸傻笑的丈夫，裘东岳感到又可气又可怜，最终丢下了2两白银离开了木屋。此次裘东岳下山还有一个目的，他听说此次山下城里进了倭寇，特此下山来帮忙。而此时为了尽到船舱活捉梁魂禄，4大帮派已经伤了10几名弟子，但即便如此，4大帮派依旧坚持正面进攻，不屑于用前后包抄的奸诈计谋。而裘东岳只是看了一眼，就认出船上的人所用的招式乃是戚家军绝学。戚家军笨法口诀叫如影如响，他用的是如响。其实一开始裘东岳并不打算对戚家人动手，怎料戚老却说他们已经和船上的人打了1天1夜，若不能速战速决，定会坏了4大门派的名声。于是裘东岳只好亲自上阵。他只是看了一眼，心中就有2种破敌之策。其一是根据露出棍头的长度，算出门帘里人头的位置，裘东岳直接丢出长枪将其贯穿。其二是采用佯攻战术，提前躲闪棍子的攻击，毕竟如响棍法只有1招毙命，打不出来第2招。然而心高气傲的裘东岳最终选择的却是不用技巧，用功夫。生死比的是反应，看咱俩谁更快。可惜毕竟裘东岳已经老了，他的体力很快就跟不上，最终被一棍子打晕过去。无奈之下，弟子们只好把他抬回了无一巷。谢老对裘东岳的表现很失望，开始当面揭裘东岳的伤疤。原来他当年上山是因为觉得掉面子，他续弦的妻子竟和贴身侍卫有染，传出去一定让人笑话。于是裘东岳便上山练功躲避世俗，留下妻子和护卫在城里快活。谢老见裘东岳没有利用价值，便威逼利诱让他离开无一巷，走得越远越好。只有这样，谢老的心里才能安稳踏实。与此同时，梁魂禄已经来到谢老府上救出左偏使，可此时的左偏使经过1夜的折磨，已经濒临崩溃。他不愿再为了戚家刀一事劳累奔波。戚将军不在，
将军中刀具流入民间，给戚家军留个影子，这是你的想法。我的想法变了，天水道可以出城。虽然左偏使离开了，但梁衡禄依旧要将戚家刀发扬光大，两人因此分道扬镳。而裘夫人在得知裘东岳下山后，竟想趁其重伤一刀了结他的性命。你没有福气，本想让你睡着死。好人难做，下手吧。被宽恕比被惩罚更难受。当初你就应该杀了我俩。或许那样做是对的。然而，正要动手的时候，裘夫人却犹豫了。此时，梁衡禄正好经过此处，他只是略微出手，手里的戚家刀就架到了裘夫人的脖子上。但梁衡禄并不打算杀掉裘夫人，只是想和他做个交易。而夫人在得知他要为戚家刀证明时，便爽快地答应下来。之后，梁衡禄被交给他戚家棍法如影，他将灯笼挂到特定的角度，这样人还没进来，影子就会先进来。当影子的头顶到了耳环，毫不犹豫地抡下去，一打一个准。用这个，四大门可都是高手。但梁衡禄所教的棍法向来都是用于低手打高手，眼看天就要黑了，无边的四大门派还是没能攻破如响棍法。这下谢老彻底坐不住了，他命人烧了一锅热油，用来系他的大神鞭，因为他用的鞭子是竹子制成，只有浇上热油和铁器相碰才不会断裂。然而此时的他还不知道，船里的持棍者已经换了人。梁衡禄此时已经回到了船上，只见他一抽一放，谢老直接被一棍打晕了过去。与此同时，贴身侍卫听说府上闹倭寇，专程前来保护裘夫人。裘东岳让他挪动灯笼，方可破阵。殊不知，这是裘东岳想让俩人同归于尽，但最终裘东岳还是不忍心对俩人痛下杀手。就在俩人即将触碰之时，裘东岳扔出双枪，阻止他们的动作，这才算是保住了他们的性命。而裘夫人恢复了意识后，就和侍卫抱在了一起。其余三大门派见妾老都倒下了，也不愿意再讲江湖道义，他们当即命人拿来600支箭，准备逼船里的梁衡禄出来。不过此时他们心里也清楚，梁衡禄习的戚家军绝学不是倭寇，把他叫出来也是想给他一次堂堂正正为戚家刀证明的机会。之后回心转意的左偏使便跟着梁衡禄一起回到武义巷。前3个门派他们已经通关，现在只剩妾老这一门还没有打过。此时妾老和裘东岳正站在院子里等着俩人，而妾老一见面就把左偏使带到一旁。你功夫差，我受伤，咱们俩就别打，让真有本事的人打，让贤是美德。看来传承戚家军大任此时都交到了梁衡禄身上。梁衡禄二话不说直接拔刀，他简单的介绍了戚家刀和倭刀的不同之后，便向裘东岳宣战了。戚家军凭一掌之长胜了倭寇，我也会凭他胜，小心。多谢，不要看我的枪，要看我的脚。决战一触即发，裘东岳和梁衡禄彼此摆好阵势，虽然没有展现出明显的进攻意图，但俩人之间的杀气越来越重，即使连兵器都没能碰撞，周围的人都感觉到两人散发的压迫感，胆战心惊。其实真正的比武并不是真枪实弹去打，而是凭借着一招一式决出一息之间的胜负。只见双方一直在相互试探，谁也没有真的出手，很明显可以感觉到梁衡禄已经有些落了下风。两人就这样相互架势了几十回合，之后又各自开始磨练刀法，以求找回最佳状态。看来下一集就该决出胜负了。只见梁衡禄使出全身力气，集中一点，全力出刀，可料他还是棋差一着，被裘东岳一招震刀打落了武器。至此比武结束，梁衡禄输得心服口服，愿赌服输的他只好垂头丧气的准备离开，并保证戚家刀以后不会再出现。不料下一秒，裘东岳却用枪架着戚家刀缓缓叫住了梁衡禄。他说梁衡禄是输在功夫上，并不是输在刀法上，戚家刀的刀法独特，的确可以自成一派。你们来了2个人，2把刀，好，留下刀供在4大门的兵器架上，多开一门的凭证。这把刀你拿走，流传江湖。最终，戚家刀成为了江湖门派之一，实现了心愿的梁衡禄也觉得死而无憾，一边在江湖上传承戚家刀，一边和舞女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。